实际上直接影响中国建筑还有很多很复杂的思想。我们在这里再举一点，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阴阳的思想，是吧？阴阳跟风水有关系。现在很多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想了解中国的风水，风水离不开阴阳。当然，自汉代以来，中国的风水掺杂了很多伪学的理念，非常的驳杂，中间有很多巫术的成分。实际上，特别到明清，变得乌烟瘴气，基本上是糟粕。我们这里不去探讨，但是涉及到中国建筑思想的阴阳观念，实际上有很多正面的、积极的、富于理解性的东西，我们这里还是要讨论一下的。什么叫阴阳？是吧？中国把万事万物分成阴和阳两个范畴，然后呢又分成八卦，按8个方位，所谓先天八卦，所谓后天八卦，是吧？这都是中国的一些基本的思想框架，这个大家从中国文化的背景上可以了解到。那么风水当然是按这个来的，它有这个24山八卦的分化，有这个建筑位置的确定，有一系列的这种法术的做法，这个我们不讨论。那么我们讨论它什么呢？阴阳跟建筑有什么关系？阴和阳是在中国人看来是事物的两极，过分侧重于任何一极，对于人的生活和健康都不利。中国的中医就讲阴阳的和合。那么中国的先哲老子有一段话，他这样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任何事物都是由阴和阳组合，它是2，那么你居中是3，万物负阴抱阳，充气为和。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处在一个阴阳交融的状态下，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如果过分的阳气或者过分的阴气，这个人是无法在其中生存的。那么类似这样的思想呢，也延伸到建筑中间来了。比如说，《周易》中专门谈到了一句话：是故合户谓之坤，匹户谓之谦，一合一匹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户是什么？门。把门关上呢，里面阴气太重；把门打开呢，阳气太重。但是阴阳的这种一开一合呢，形成了一个阴阳的交通交流，这样出现了变化和流通，人就适合居住了。我们看古代的很多汉代的绘画可以看出来，关门开门这样一个关系，人和人在这种一个居住空间里的感觉。因为门，中国人特别重视门，这个所谓蜀者门扉，开合之所由也。门恰恰在观念上是一个内和外的区别，也是阴和阳的区别。所以中国人自古无论是城门，是这个府门、宅门、外门、内门、宫门，各种各样的门，是吧？我们对门可以理解它有一定的象征性，这是内和外的一个阴阳的和合，是吧？我们如果没有外部的空间进来，那么里面阴气就会太重。无论是庭院是住宅都是这样的，它不能完全局限在一个小空间里头。那么还有上下的关系，上下的关系我们看《旧唐书》，《旧唐书》在谈到明唐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且助为阴数，天失阳元，助以阴气上升，天以阳和下降，故阴阳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成。一个室内有柱子，柱子里头是地上的阴气顺着柱子往上走，天上的屋顶呢代表了阳气往下走。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阴阳和合，阴阳交泰，天地相成，是一个最适宜的空间。所以中国建筑有时候实际上是个天地和方圆这样一个思想的一个浓缩。我们看屋顶，非常的像一个张盖的一个穹隆，一个屋穹，下面是柱子，像树林一样，斗拱像树枝一样，是吧？所以中国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上和下、天和地的一个阴阳和合的空间。中国的外部的空间也是这样的，跟自然怎么样的渗透，阴阳和合，
所以我们特别喜欢那种在山岭间、在水边上的那些建筑物。那时候阴阳和合，最适中，最适合人的这种停留。停者停也，停在那里感到一种阴阳的一种和合。那么这里头呢，实际上柱子承载的是阴气，它是从地上延伸上来的，而屋顶承载的是阳气，它上面直接阳光照射，再通过屋顶辐射下来。那么阴气顺着柱子向上走，阳气从上而下，在室内形成交泰和合。这样的这种描述呢，在史上有很多，吧？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唐代人编的《艺文类聚》引了汉代的《盐铁论》，他这样说：“盐铁论曰，贵人之家，资匠着具为小，以圆为方，上承云气，下承山林，是吧？意思是说，富贵人家盖房屋的时候，让工匠呢用大木结成小木，把原木裁成方木，然后打造起一座堂舍。堂舍的屋顶呢，就同空中的云气一样。”是吧？像天空，堂舍的柱子就像山林一样，这样云气的阳和下降，山林的阴气上升，屋内形成一种阴阳和洽的居住环境。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建筑上常常表达出来。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是五代时候的一座佛教殿堂，福州华林寺。我们看上面所有的装饰构件，我们叫驼峰，全是用云纹，而且它线条非常的优美。当然我这是画的了。那么反映什么呢？它想象的屋顶就是空中的云气，是吧？我们经常看这个建筑室内彩画，上面都是画满了云纹，龙云纹都是代表天空的云气。那么这是一种柱子是林。这样整个这样一种象征是阴阳和洽，甚至我们有些建筑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比如上圆下方，上圆代表天，下方代表地，或者外圆内方，圆代表天，方代表地。甚至我们看到一些建筑的细部比例上，我们注意到，特别在唐宋时期，很多建筑的柱子的高度和屋檐上面最高的一个叫辽檐方，就是檐方的高度呢，刚好是一个圆和方的关系，就是那个方的高度相当于这个柱子为边长的方的外切圆的直径。这中国人讲究方圆，他在确定这个高度的时候就用圆的概念把它延伸上去了，而上面恰恰代表了屋顶，圆方，方是地，圆是天，这实际上也内含了阴阳和合的概念。中国建筑很多地方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比例的分解，当然不是所有的，有些比较重要的建筑我们仔细分解，它都有方圆内涵的关系在里头。这是一个重要思想，阴阳和洽，阴阳和合。这个思想我们不要把它跟风水扯在一起，当然风水离不开阴阳。再看另外一个观点，也跟阴阳有关系，但是它表述为具体的建筑观念，叫势形和大壮。那么势形，所谓势形就是建筑的房屋的建造要大小适度，空间适中，只有势形呢才能达到阴阳的和洽。那么关于这一点，古人有很多议论。很早，在秦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吕氏春秋》，公元前200多年以前，他这么说的：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绝，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什么意思呢？房间太大了，阴气太重；建筑物太高了，阳气太重。阴气太重，人们就很抑郁；阳气太重，人们就很萎靡。这是阴阳不适。所以呢，我们聪明的祖先呢，不住在大的房间里，也不住在很高大的建筑物里。那么类似的观点历来都有阐释，比如汉代董仲舒就说过：高台多阳，广室多阴，远天地之和也，故圣人佛为适中而已矣。要适中，中道适中都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而它可以用到建筑上，适形。非常有趣的就是隋炀帝，
隋炀帝是历史上大兴土木、非常奢侈的一个皇帝，但是他也提到了世行的思想。他这么说，他说：“夫公使之治，本以变生，上动下雨，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施行？高大的台阶和巨大的殿有什么？这谈不上施行了，应该是变生，方便生活就可以了。当然，隋炀帝这种话有点虚伪，因为他盖的宫殿确实很大。这是董仲舒，这是隋炀帝，是吧？那么所谓夫公使之治，本以变生，其实又隐含了另外一个思想，变生思想。这跟我们三原则的后生是有关联的。建筑是为当世的人建造的，这样一个观点呢，在战国时期的墨子也有过描述。他这样说：是故圣王作为公使，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这其实恰好跟西方的建筑观呢形成一个对比。西方的建筑观三原则，美观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这里说建筑是为了便于生活的，不是为了看着好看的，是吧？两种思想，而它的关键是阴阳。我们的变生要阴阳和合，要适行。类似这样的思想在古代典籍可以随处找到。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战国时代的鲁国，这里提到一段话，《淮南子》里记载的。鲁哀公为始而大，公宣子谏曰：“事大，众与人处则华，少与人处则卑。愿公之事，公乃令罢邑，除板而去之。”为什么除板而去之？古代建筑是夯土的板筑墙，他的观点很明确，他想盖一个特别大的房子，结果当时一个大臣就给他提意见了，说：“你盖那么大有什么用啊？人要太多了很嘈杂，你很烦；人要太少，你又觉得很孤单、很冷落。我建议你适当一点吧。”结果这个鲁哀公还是比较听得进不同意见的，就马上停了工了，把这个半截工程给终止了。那么中国的建筑大部分尺度都比较适中，是吧？我们看我们的各地的民居、正房、厢房，它的尺度都很适中，适合人的居住。这个没有特别高大的建筑物。中国的单体建筑最大规模，现在我们知道的也就2000多平米，它是礼仪性的空间。古代像类似这样的建筑也就4、5千平米，是一座大型殿堂，很少有那种像欧洲那种大城堡、大教堂那个完全包容在一个很大空间里的一个阴森森的空间，没有这样的空间，都是光线充沛、空气流通的这样一个小适中的空间。包括帝王的宫殿，帝王的宫殿只有礼仪性的空间比较大，居住性的空间都很小，是吧？我们看这个避暑山庄里的主殿淡泊敬城，完全是一个普通人的住宅的空间。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的人因为有老子的这种思想在里头，中国人思想往往是主张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它不会有只有一个方面，它会2个方面兼顾的。所以中国相对于世行思想还有一种思想叫大壮思想。那么这一思想最早建于哪儿呢？周易祭祀下，他原话是这样说的：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亦之以公事，上动下雨，以待风雨，盖取助大壮。什么意思呢？就是后人按照大壮的思想来建造了宫殿。当然大壮是一个周易的一卦，大壮的卦象是什么呢？上面为震为雷，下面为乾为天，大致的卦象是天上打雷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代表统治者的建筑，重要的建筑物宫室应该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让人感觉敬仰畏惧。那么这就是大壮卦的其中一个含义。当然它更重要的含义是礼制的意思。大壮主张非礼弗履，就是说你不能超越你的等级规范，你在哪个等级就盖什么等级的建筑，这个是延伸的概念。那么在史书上都有很多描述。我们关于大壮卦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汉代西汉初营未央宫的时候，有过一段
当时的萧丞相和汉高祖的对话，这样说的：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盛，怒，谓萧何曰：天下熊熊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至公事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随就公事。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嘉也。高祖乃悦。意思是说，丞相萧何营造的宫殿太宏大了，引起了高祖很大的不满。他说：天下还在打仗，为什么要建造这么宏伟的宫殿呢？萧何说，在天下未定的时候呢，营造宫殿可以为将来天子登基做好准备，是吧？而天子是以四海为家的，如果不把宫殿建造的高大宏丽，怎么能够显示出帝王的威严呢？怎么能够一统治天下呢？所以这样一说呢，高祖理解了，也就变得高兴了。这是根据这个考古发掘恢复的未央宫的遗址，它的空间很大，未央宫占地有1万多亩，这中间的一个局部。我们从汉代的画像石上可以看出，汉代宫殿确实是很宏大的。我们就是明清北京故宫，它也是宫殿的一个现存的样本，也可以看出它的宏大。所以代表一个皇家的身份的这样一个大的宫殿，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壮，要有一种统摄天下的这种威严感。那么即使明清宫殿规模已经很小了，这种气势还在。特别注意到，从平面上看，它真正代表这种皇家礼仪，比如说登基大典、故宿大典这样一些礼仪空间的时候，它前3殿前槽部分占了几乎宫殿的2/3，而它真正起居的空间只占它1/3。那么起居空间里头，它真正日常的皇帝日常办公起居的养心殿，跟一个普通的四合院没有多大差别，是吧？他的这个起居空间后面的后3宫也占了很大比重，而他也平常不在里头用，他只是大婚时候礼仪进行大的典礼的时候用。所以他在日常生活要求的是世行，他在对外表达皇家威仪的时候要表达的是大壮，这就是大壮和世行的一个对立统一。